大家好，我是 Kevin。大家好，我是 David。今天呢，我要跟 David 做一件跟小时候的回忆有关的事情。我们今天呢要找出很多小时候的日本或者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进口动画片，然后呢来对比一下大陆跟台湾的翻译名有什么区别。我们先看第一部动画片，日语叫什么？叫乌鲁托拉面。乌鲁托拉面。所以你先告诉我台湾的译名叫什么？台湾叫做超人力霸王。超人力霸王，你如果在大陆说超人力霸王，没有人会听得懂。大陆的话翻译过来是奥特曼，对，其实是一种音译，对不对？如果我在台湾说奥特曼，会有人知道吗？有看的人可能会知道，只是没看的你可能就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台湾也是比较多人知道这个叫做咸蛋超人。咸蛋超人是吧？对。我们再看第二个动画片，这个小时候我也非常喜欢看，因为它的作者就是写七龙珠的那个人，就是鸟山明。那他的日语名字叫什么呢？ Dr. Slump。Dr. Slump。所以他的名字是某某博士嘛。那这时候呢，大陆的翻译是阿拉蕾，你觉得合理吗？合理，因为他的主角叫阿拉蕾嘛。那台湾叫什么呢？台湾叫做天才博士与机器娃娃。翻译的挺好哎，我觉得，就是博士，对，还是有博士，就保留了他的名字，又加了一个主角的感觉。下一个呢是比较久远的，而且风格比较朴素，然后是那个小和尚，那他的日语名字叫什么呢？ Q 桑。也就是说翻译过来是一休桑，对，一休这个人嘛，先生，对，大陆呢叫聪明的一休。就是有加戏，有加自己的理解，就是因为那个人很聪明嘛，那个和尚很聪明。那台湾叫什么呢？叫做一休和尚。一休和尚，就直接翻译过来，就是他的职业嘛，加了他的职业，就是大陆有加一点点小剧情到里面，就是大家会大概知道这个人是很聪明的和尚，对吧？对。下一个动画片呢，它不是日本的吧？好不容易出了一个美国的，就是一群乌龟。我们大陆呢叫忍者神龟，台湾叫做忍者龟。忍者龟，就我们多了个神嘛，就把它神化一点，就忍者神更强。下一个呢，日语叫什么？ Tetsuwan Atom。这个大家一定会看过，因为很红。它的造型是这样的。然后大陆呢叫铁臂阿童木，就跟日语一模一样，完全一样。就是日语的铁臂怎么说来着 ？Tetsuwan 就是，然后阿童木是他的名字对吧？对 ，Tetsuwan 阿童木。所以的话，台湾叫什么呢？叫原子小金刚。原子小金刚，大陆感觉是直接翻译的，台湾的话有感觉自己加戏哦。对，就是你可以大概想象到这个主角是什么样的。对，他有根据剧情来做一些联想了，反正是这个感觉的。下一个呢是 David 今天最喜欢的动漫之一，叫什么呢？Shuka Ichiban。Shuka Ichiban 的话，中华一番嘛，对，就翻译过来是中华一番的嘛。那台湾的名字就叫就是中华一番，就直接翻译了，对不对？中华一番。但是在大陆的话，我们叫中华小当家，稍微有做一些改变，因为小当家是他的名字吧，好像对吧？就是中华小当家，有做一些结合吧。然后台湾的话就直接翻译了中华一番，对不对？下一个呢是非常非常有名，是不是宫崎骏的？对，是宫崎骏的，对不对？然后他的日语名字叫什么呢？千と千尋の神隠し。こんなとこに松がある。まだ行くの？所以它的中文意思翻译过来应该是《千与千寻》的神秘消失，对不对？但是呢，大陆的翻译是没有消失这个词的，直接就叫成了《千与千寻》。那不知道台湾会叫什么？台湾就叫神隐少女。神隐少女。我觉得从剧情上来讲，台湾的比较好，因为它的名字里面有代表说它最后消失了嘛，就是进入了一个神秘的世界，对不对？所以大陆的话只是翻译出了它的名字。下一个动画片呢，来自美国，Tom and Jerry。台湾叫什么？叫汤姆猫与杰利鼠。我觉得不错哎，因为我们翻译的还蛮差的，叫猫和老鼠，就把 Tom and Jerry 这个部分就盖住了。所以台湾的话，既有猫跟老鼠，又有汤姆跟杰利的感觉。下一个动画片的话，它的一出世就让很多小朋友花了很多钱，对，就去买什么四驱车啊什么的，就很多，对不对？那它的日文名字叫什么呢？ Bakso Kyodai Let's Go。
日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暴走兄弟 ，Let's go。暴走兄弟 ，Let's go。所以的话，台湾就直接翻译成了暴走兄弟。但是大陆的话改的不一样哦，叫四驱兄弟。四驱兄弟。因为有结合就四驱车这个概念，然后再把兄弟加在一起，就还有产品的这些宣传。对，下一部动画片呢也是日本的，叫什么呢 ？Pokemon。那台湾把这个翻译成了什么呢？神奇宝贝。神奇宝贝，对不对？大陆是叫宠物小精灵。那它日语原来的意思是口袋里的小怪兽，对不对？所以神奇宝贝跟宠物小精灵，其实两个的话都差不多，都只是想说专注在那个小怪兽上面，对不对？就没有专注在口袋上面。有没有？下一个呢，终于是美国的了，终于是美国了。South Park， 台湾叫什么？叫做南方四剑客。南方四剑客有加戏哦，对，就把他们的主角有提炼出来。这个爸妈一听到就是不要让小朋友看。对，但是在大陆很聪明，小朋友可以看，因为我们叫南方公园，是不是很健康的节目？接下来这一部呢，是我小时候超级愛的，就是我后来有翻出来看过，我长大后都有翻出来看哦，说明我真的很爱，对不对？那这部它的日语名字叫什么？マシュン英雄伝ワトル。マシュン英雄伝ワトル。直接翻译过来就是《魔神英雄传》，那台湾翻译成什么？台湾叫做《魔神英雄传》哦，也就是说它的意思跟日语的是一模一样的，就《魔神英雄传》，但是在大陆的话翻译的很不一样哦，叫《神龙斗士》，因为他是站在那个龙的上面的，操控那个斗士的，所以叫神龙斗士。这部动画片大家一定要看，真的，尤其是男生，真的很好看，我到现在都忘不了这部剧。那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神龙斗士呢，跟魔神英雄传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最后一个了。然后我们就发现，在90年代横扫台湾跟大陆的动画片，大部分是日本的动画片，留下了很多很美好的回忆。我们要非常感谢那些漫画大神，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珍贵的回忆，对不对？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Peace。ごめんね素直じゃなくて夢の中なら言える抱きしめた心のコスモ熱く燃やせして稲妻集めたら My heart